Hồn ma là thứ đáng sợ. Nếu bạn gặp chúng ở trong nhà, chúng ở trong nhà，chúng ở trong nhà，chúng ở trong nhà。作为一个恐怖电影解说博主，万万没想到真正把我吓尿的竟然是一部越南模拟电视节目短片。真不是我胆子小啊，兄弟们，因为这片子从头到尾都充斥了诡异，并且每一个细节都是恶鬼的陷阱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片子竟然是拿越南真实老电视台的录像用 AI 魔改而成，走的是真假难辨的伪纪录片路子。那画面老有年代感了，80、90后瞅着指定眼熟，越熟悉就越膈应人，这就是它最损的地方。友情提示，本片实在邪性，如果你胆子小，建议找个比你胆子更小的朋友一起观看。我相似 tôi muốn chết。咱就从第一个故事逃跑开始讲。刚开头电视上滚动着周二的节目单，本来挺正常一事儿，可越看越不对劲儿。原来晚上11点05分本该播小朋友看的哆啦 A 梦，结果剧集名就一个字儿，鬼。紧接着更邪门的来了，11点32分的节目单居然写着同时播晚间新闻和无头皇后。我也是看了几十年电视了，哪有同一个时间播俩节目的？这里是个伏笔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更诡异的是，滚动的字幕滚到底，直接开始无限循环，逃跑逃跑逃跑这俩字儿。下一秒画面咔嚓一卡，音响里传出那种压抑的低频杂音，接着就是咱们小时候最熟悉的电视没信号的花屏。眼尖的兄弟指定能瞅见，屏幕右边的电子时间居然有个倒计时，这可不是啥特效，明显电视台似乎被啥脏东西缠上了。果不其然，那阴间版的哆啦 A 梦直接蹦出来了。这哆啦 A 梦跟咱小时候看的完全是两码事儿，画风贼阴间，刚出来不到几秒钟直接糊成了马赛克，说话语气跟念咒似的。话音刚落，屏幕右边突然疯狂画屏，马赛克越铺越多，哆啦 A 梦的身子居然跟被鲜血浸透了一样。更吓人的还在后头，这阴间哆啦 A 梦还阴森森的警告，如果在房间里见到鬼一定要赶紧跑。说完电视就跟卡带了似的，不停循环，逃跑逃跑，那声音一遍比一遍急，跟催命似的。这动画片刚开个头就结束了，画面直接被生硬的切到了晚间新闻，一个女播报员端坐在台前，可她一句话不说，脸上一直在诡异的假笑，就跟牵线木偶似的。关键是她还不看镜头，眼珠子死死瞥向旁边。就在我心里直发毛的时候，画面又开始崩坏，女主播的脑袋突然被打上厚厚的马赛克，几秒钟过后，她的脑袋居然直接从脖子上滑下来了。那场景刚好对应了节目单里的无头皇后。这时估计电视台也察觉到不对劲了，画面猛地切到蓝底白字的紧急通知，上面写着频道在播未授权的诡异内容，让大家赶紧关电视并且逃跑，要是关不掉就拔插头，拔了插头还播，千万别回头，也别回应电视里喊你名字的声音。这通知看着是提醒，可越看越瘆得慌，这意思不就是说恶鬼已经盯上观众了吗？可这通知刚播完，画面又强行切回女主播的画面，这时画面又变了，女主播的脑袋似乎被利器给切掉了，脖子正往外鼓鼓冒血，画面再次卡顿，伴随着滋滋的电流声，那声音听得人浑身难受。一段漫长又压抑的花屏过后，电视节目单居然又恢复正常了，就跟刚才那惊悚的一幕全是幻觉一样。紧接着第二个故事甜蜜之家就来了。这节目本来是分享幸福家庭故事的，主打一个正能量，可到这片子里直接变成了阴间现场。主持人满脸堆笑，请来了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蓝女士，让她分享维持幸福家庭的秘诀。蓝女士一开始还挺正常，说自己就是做好妻子和母亲的本分，每天清理祭坛、点蜡烛、祭拜祖先啥的。可我仔细一瞅，不对劲啊，因为是 AI 魔改的，蓝女士音画严重不同步，嘴动的跟声音完全对不上，再配上她那空洞的眼神，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，就跟被鬼附了身似的。我当时就合计，这个蓝女士指定有问题，这点可得盯紧了。果然蓝女士突然话锋一转，语气悠悠的来了一句，维持幸福，最关键的是别理会夜晚你听到的怪声。这话一出口，主持人也懵了，赶紧打圆场，问她说是不是门缝漏的风声。可蓝女士当场就变脸了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死死盯着镜头，冷冰冰的吐出一句nhưng mẹ chị đã mất năm 1961 rồi。兄弟们，重点来了，蓝女士的母亲早在1961年就去世了，死了几十年的人，夜里咋可能发出声音？这不明摆着撞鬼了吗？没等主持人反应过来，蓝女士语速突然变快，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念叨着母亲临死前的警告，要是有人让你逃跑，赶紧跑。这话就跟第一个故事的逃跑警告给对上了，主持人彻底慌了，想把话题岔开，可蓝女士突然大口喘粗气，表情越来越扭曲。下一秒高能来了，蓝女士的脑袋居然跟没有骨头的橡皮泥似的随意拉伸。
紧接着脖子直接转了360度，伴随着主持人的惨叫，节目信号直接中断。随后屏幕上弹出一则免责声明，说当前节目不是本台授权的，观众出现任何意外概不负责，还让大家赶紧换频道，换不了就等死吧。说白了，这电视台已经彻底被恶鬼掌控了。等画面再切回演播室，我直接吓一哆嗦，这蓝女士和主持人都瘫在沙发上，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诡异笑容。我本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，结果这时俩人竟然张着嘴巴坐了起来，下一秒第二个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可那笑脸一直在我脑子里晃悠，整得我太阳穴直跳。咱接着唠第三个故事，我想死。这故事可是整部片子里最洗脑最致命的，估计不少兄弟在网上刷到过相关片段，今天咱就扒扒他的底细。还是带入主角的视角，大半夜的，主角闲着没事换频道，1到3频道全是雪花点，滋滋的杂音听得人心烦。可切到4频道，邪门的事儿发生了，雪花点后面居然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个女人扭曲的脸。我仔细一瞅，这不就是第一个故事里脑袋掉下来的那个女主播吗？这恶鬼还阴魂不散了，居然跑到雪花点里藏着，这操作也太损了。主角吓得赶紧切到5频道，终于有个正常点的节目了，是个宗教纪录片，开头还警告内涵极度不适内容，谨慎观看。果然纪录片里说越南民间有祭拜邪神的传统，其中最邪乎的就是伪神翁，因为他生前遭人虐待诬陷含恨而死，怨气冲天变成了恶灵。最吓人的是这伪神翁许愿啥都能实现，但代价也不简单，不是缺胳膊断腿就是家破人亡，唯独求死这个愿望不用付任何代价。听到这儿我就明白了，这恶鬼就是靠这个套路来索命的。就在这时，纪录片里的伪神翁雕像变了，眼珠子居然直勾勾的瞥向镜头外的观众，主角也是害怕了，赶紧又把电视切回4频道，结果看到的是甜蜜之家的后续。蓝女士和主持人倒在血泊里，虽然打了马赛克，但那惨状还是能看出来。紧接着演播室突然燃起大火，把一切都烧得干干净净。看来这恶鬼是想毁尸灭迹啊！主角实在是不敢看了，又把电视切回演播舞台。接下来就是整部片子最阴间的片段了，一个旁白居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说越南语的我想死翻译成中文是我爱你，还煽动观众跟着一起唱。其实这就是恶鬼的陷阱啊！只要你跟着念，就等于向伪神翁许下求死的愿望，他就能名正言顺的索命。接着电视又切到6频道，放的是古装爱情剧，男主跟女主深情表白，可女主居然张口就来一句我相似，这明显是恶鬼篡改了台词，把所有节目都变成了索命的工具。主角彻底没耐心了，疯狂按遥控器换台，可不管怎么换，屏幕上全是被烧焦的演播厅，电视也彻底失控了。等他再切回5频道和6频道，那个邪神伪神翁居然直接出现在画面里，变成了一个惨白的人形，死死盯着镜头外的主角，那眼神跟要吃人似的。主角吓得狂按关机键，可电视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恶鬼是铁了心要索他的命啊！这时注意电视的雪花点画面，邪神的影子在电视中间，身后是一直对着镜头微笑的女主播，可笑着笑着脑袋竟然掉了。紧接着5频道插播了一条紧急通缉令，通缉的人正是伪神翁，化名阮武滩，1980年出生，是极度危险的连环杀手，特征是坏死的皮肤，突出的死鱼眼，还说他已经杀了3个人，正是之前的女主播蓝女士和主持人。最损的是悬赏奖励居然是让你忘记今天看到的一切。到这儿咱就把逻辑盘明白了，所有诡异的画面全是伪神翁在操控，他篡改节目台词，放洗脑片段，就是为了骗观众说出我想死，只要说出口就等于签下死亡契约。故事结尾，镜头定格在6频道，伪神翁站在一个女孩家里，女孩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，而这个女孩就是咱们带入的主角，就因为她下意识跟着念了那句台词，直接被索命，这也太冤了。缓口气，咱接着唠第4个故事，无线视频。这故事主打一个贪心害死人，一开头就是一记暴击。新闻里说一个年轻女孩在家遇害，死状极其惨烈，还放出了女孩的照片，虽然打了马赛克，但咱先记着这张脸，这可是关键伏笔，后面要考。紧接着画面切到天气预报，男主持人看着挺正常，可我一眼就瞅见不对劲了，他穿的蓝衬衫跟刚刚伪神翁化成人形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，这不明摆着伪神翁已经渗透到电视台的每一个节目里了吗？恶鬼就在眼前，可你根本分不清谁是人谁是鬼，这才是最吓人的地方。主角闲着没事切到5频道，又是那则通缉令，
可这次通缉令上的照片居然换成了刚才那个穿蓝衬衫的男主持人，还多了一串电话号码。兄弟们，记死这个号码，说白了这就是催命暗号，只要打过去指定没命。主角又切到1频道，这天气预报简直太阴间了，播的居然是阴曹地府的温度，大夏天的地府温度居然是0度，这恶鬼也太能整活了，连天气预报都不放过。紧接着他切到4频道，一个美女正在推销去角质膏，说只要拨打刚才那串通缉令上的电话，说一句我想免费要一瓶去角质膏，再报上地址就能包邮到家。谁知话刚说完，下一秒广告美女的脑袋居然在脖子上扭曲旋转了180度，那场景跟蓝女士的桥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，可主角居然被免费赠品冲昏了头，直接按了静音，压根没察觉到危险。咱就说这人要是贪小便宜，真的会要命。结果主角兴冲冲地拨通了那串催命电话，报了自己的地址和想要的赠品，挂了电话才把电视音量调回来。可这时候电视切到了一档美食节目巧熟美菜，画面一亮，我直接后背发凉，因为节目里的帮厨女孩居然跟开头新闻里遇害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，一个死人怎么会出现在美食节目里？主持人还笑盈盈地教大家做肉馅米卷，展示食材的时候，装瘦肉的盘子空空如也，可没一会儿帮厨女孩凭空消失，那个用来装肉的空盘子里居然多出了一大块鲜红的瘦肉，稍微一联想，我当时差点吐了，不用说就知道这瘦肉是啥了。主角这时候才察觉到不对劲，疯狂切换1、4、3频道，可所有频道全是雪花屏，他还以为是电视坏了，傻乎乎的拿遥控器重启电视，可屏幕上突然弹出一句警告，重启就会死。换作是我，还看啥电视啊，赶紧溜吧。可这主角不信邪，毫不犹豫的按了。等电视重启完，可屏幕一片漆黑，啥节目都没有。主角纳闷的调高屏幕亮度，谁知这亮度一上来，我直接吓一哆嗦，屏幕上根本不是节目，而是开头那个遇害女孩的遗像和祭台。主角赶紧切回1频道，早间新闻正在播报那个女孩的最后录音。女孩天真的报了自己的地址，说了一句我想要免费的去角质膏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的尖叫，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，主角面前的电视屏幕直接炸裂。结局不用多说，这贪小便宜的主角跟那个女孩一样，也被伪神翁索了命。这恶鬼的套路也太绝了，利用越南语的谐音梗，把我想要免费去角质膏和我想死弄成发音相似，抓住人贪小便宜的心理，一步步诱导你签下死亡契约，还真防不胜防啊。讲到这儿，整部 IPV 的故事就全讲完了。这片子能爆火还真不是靠啥血腥画面，而是靠那种后知后觉的恐惧。他把咱们熟悉的电视节目免费福利全都变成了恶鬼的陷阱，让你觉得恐惧根本不是在屏幕里，而是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的客厅里。老话儿常说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这片子就把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伪神翁最吓人的地方，不是他长得多诡异，而是他擅长利用人的贪心好奇心，一步步把你拖进深渊。那些免费的赠品，诱人的许愿，看似是好事儿，实则早已在暗中标好了惨痛的价格。最后再跟兄弟们说一句，这片子虽然吓人，但也给咱提了个醒，在这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世界里，保持清醒，克制贪欲，守住自己的本心，才是对抗所有恶鬼最好的办法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